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今天我们解读西湖大学等机构的突破成果。ESC 模型通过重构底层设计，实现了真正的高保真单步成像。在完全不依赖预训练权重的前提下，它跑出了 2.85 的历史最低 FID 分数。这种捷径模型彻底告别了两阶段蒸馏的复杂过程，让极速响应与顶级画质在单步内达成平衡。这种性能飞跃在 ImageNet 256标准测试中得到了直观体现。在单步生成环境下， ESC 模型突破性地达成了 2.85 的 FID 分数。相比早期单步模型普遍在7到10之间的表现，其画质性能提升了 16.9%。它仅用一次网络评估就触及了传统扩散模型需要数十步甚至上千步才能达到的高质量区间。优异的指标对应着惊艳的视觉效果。在 ImageNet 256分辨率下， ESC 基于 SITXL-2 架构，仅需一步推理就能输出这些样图。从猫狗动物到复杂的交通工具，所有类别都保持了极高的结构完整性。这种所见即所得的生成能力完全摆脱了多步迭代的繁琐过程。为了理解 ESC 的优势，需要对比3种主流的生成路径。传统的扩散模型虽然精度高，但上百步的曲折路径让实时交互变得极其缓慢。常见的一致性模型则依赖两阶段蒸馏，必须先训练庞大的教师模型，研发成本非常高昂。而 ESC 属于捷径模型，它主张从头训练并单步直达，彻底摒弃了预训练的繁琐包袱。虽然 CTSCD 和 IMM 等模型都试图单步生成，但其底层设计方案极其割裂。现有的捷径模型普遍受困于流路径选择、时间采样以及目标构建等细节，每一个都像独立的黑盒，一旦改动其中任何一个组件系统的性能平衡就会被打破。因此，研究者试图寻找统一的设计空间，从本质上整合现有的碎片化机制。拨开迷雾的关键在于确立一个统一的设计空间。研究人员发现，所有的捷径模型本质上都在用一步的参数化预测去逼近理想的两步流映射目标。通过 loss 函数的对齐，神经网络试图从起点 xt 直接预测终点 xr， 从而绕过中间的 xs 节点。这种视角将复杂的生成过程统一简化为对理想流路径的单步拟合。虽然统一视角指明了方向，但单步生成经常面临图像发糊的挑战。核心痛点在于预测过程容易偏离理想轨迹。在理想状态下， xt 应该沿着平滑流场精准抵达终点 xr， 但在现实中，偏差累积会导致多个发散的错误指向。因此，提升画质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控制并降低这种预测漂移误差。为了解决漂移误差，研究提出了法则1，即优先选择线性路径。实验数据表明，相比于收敛慢且 FID 数值高的余弦路径，线性路径的收敛速度更快且下限更低。这是因为高曲率轨迹在超捷径时更容易偏离流场，而线性路径凭借低传输成本和平直轨迹，让单步目标更贴近理想状态，天然具有极小的生成误差。法则2则是从离散跳跃走向连续时间采样。当时间点间隔无限小时，离散的时间不跳跃会进化为平滑流迹。实验对比显示，基于离散时间的 SCD 模型 FID 为 29.34， 而采用连续时间的 MinFlow 模型则降至 6.09。 这证明在统一代码库下，连续时间设计在图像保真度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即便有了路径和采样优化，从头训练依然面临高方差陷阱。研究者指出，由于数据天然的随机性，作为监督信号的条件速度会剧烈抖动。这种极高的方差就像沉重的砝码，在训练后期极易导致模型崩溃。这也是为什么之前的捷径模型如果不依赖教师模型蒸馏，就很难稳定训练出高质量图像。为了破除方差困局， ESC 引入了法则3，插件速度。传统方式像盲人摸象，单样本方向杂乱且方差大，而插件速度利用局部混合器，在当前 batch 内进行软权重融合，将训练方向从杂乱箭头梳理成整齐平行的光束。这种创新让方差从常数级别瞬间降至样本量 1/b 的量级，极大地稳定了监督信号。这种稳定性提升几乎没有代价。对比图表显示，传统条件速度充满了剧烈波动的尖刺，而插件速度的训练轨迹像高速公路一样平稳。在算力成本上，
单部耗时仅从554毫秒微增至558毫秒。ESC 仅仅用了 0.7% 的额外计算开销，就换取了方差的断崖式降低和无与伦比的训练稳定性。虽然插件速度稳定了训练，但也带来了新的副作用。为了追求极致画质，无分类器引导 CFG 必须依赖清晰的类别信号。然而，由于插件速度在随机 batch 内将不同类别强制加权平均，导致了严重的信号稀释。这种跨类别的特征重叠会造成画面发糊，甚至使 CFG 引导完全失效。为了解决信号稀释， ESC 采用了类别一致性批处理的工程巧思，通过将无序的随机数据流重新分选，让插件速度的融合过程仅在同类 batch 内部进行。这种改进不仅巨幅抹平了训练方差，还完美保留了生成所需的专属特征。这一机制在多 GPU 分布式环境下也能无缝扩展，彻底解决了 CFG 的冲突难题。至此， ESC 构建出了一个显示且极简的捷径引擎。它由4大核心支柱组成，提供低曲率保障的线性路径，实现平滑采样的连续时间，以及作为防崩溃利器的插件速度和类别一致性批处理。这套框架通过严谨的数学法则，将最优设计与工程实践融为一体，成为了当前最高效的单部生成引擎之一。ESC 没有依靠复杂的架构魔改，它采用 SIT-XL-2 作为网络骨架，拥有 6.76 亿参数量。在256分辨率的潜在空间中，单次计算量为119 GFLOPS。这种原生纯粹性证明了其性能飞跃主要源自底层算法逻辑的重构。这种重构让大模型在冲刺性能极限时获得了持久动能。从训练曲线可以看出，基准模型 MinFlow 在迭代100万次后 ，FID 就停滞在 3.40 左右，而 ESC 模型在同样的参数规模下，能够顶住梯度噪声的影响，持续突破，最终下探至 2.85 的优异成绩，成功击碎了原有的性能天花板。在 ImageNet 256大规模测试中 ，ESC 确立了单部生成赛道的领先地位。对比同规模模型 ，ESC 的 2.85 FID 成绩远优于 ICT 的 34.24 和 SAD 的 10.60。相比前代最强的 MinFlow， 它实现了 16.9% 的性能飞跃。如果将推理步数放宽到2步，其 FID 分数甚至能进一步优化到惊人的 2.53。除了大规模图像生成， ESC 在轻量化场景下也表现出极强的普适性。在基于5500万参数 UNet 架构的 CIFAR10 无条件生成测试中， ESC 跑出了 2.83 的单部 FID。这一成绩全面超越了 ECT、IMM 和 SAT 等近期顶尖工作。实验证明，无论是在大模型还是小模型上，该框架都能稳定输出高质量结果。研究发现了一个核心规律：模型越大，越需要稳定性。在 55M 参数的小模型上，生成下限主要受优化偏差影响 ，ESC 带来的收益相对温和。但当参数量达到 6.76 亿以上时，方差成了阻碍泛化的头号大敌。ESC 通过降低方差获得的性能红利呈指数级暴增，这为未来超大规模模型的单部训练指明了唯一路径。ESC 模型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极致的平衡。通过仅仅 0.7% 的额外计算开销，换取了训练稳定性的几何级提升，以及单部生成画质 16% 的越接越升。最重要的是，它让研发团队彻底摆脱了复杂的蒸馏管道。这种底层创新证明了，无需堆砌庞大算力，用巧妙的数学机制也能打通直达高质量生成的捷径。ESC 证明了从头训练单部大模型不再是难题。通过线性路径、连续时间以及插件速度这3大设计法则，研究者彻底打通了高效生成的直达捷径。这不仅终结了昂贵的蒸馏预训练时代，也让单部画质达到了工业级水准。目前该项目的开源代码已经发布，为探索下一代生成范式提供了坚实基础。